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师傅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又是一期改车视频啊。之前呢，我做了一期本田飞度改装魔术座椅的视频啊。我把我的这台飞度加装了后排的魔术座椅，装完之后呢，我也非常的满意。那么装魔术座椅就是单纯为了之后能多拉一些东西吗 ？No， 完全不是啊。我改魔术座椅的目的是为了把我这辆车改成床车。那么改了魔术座椅之后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变成床车啊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还是不够长啊。想要达到完全躺平啊，在这台车里睡觉，还需要改动前排的副驾座椅啊，把副驾的座椅也得换掉。咱们要达到一个从车头一直到车尾这么长的一个空间，这样的话我才能躺平啊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我改装副驾驶座椅的一个视频。改装完成之后呢，我的这台车将彻底的变成一辆床车，也可以叫露营车吧。我的思路呢，就是定制一个副驾驶的座椅，它平常既可以坐人，又可以把它折倒放平，然后跟后面的魔术座椅形成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空间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可能会比较长，全程都是我自己动手，以及我改装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、支持、转发啊。那最终的效果呢，我也是非常的满意啊，希望大家能看到视频的最后。那么 OK， 咱们改装开始。这是我买的一个凳架，拆开。看一下14款本田新飞度 GK5 座椅的底座，这个地方是放安全带的。这钢板也非常的厚，目测有4个毫米，挺重的。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副驾拆掉，然后把这个凳架安上，看看能不能匹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把凳架安上以后，量一下尺寸，看看能放一个多大的座椅在上面。工具14的套筒，现在就可以把座椅搬出来了。呜，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拆掉的样子。空间大不大？空间大不大？怎么样想让它变成一张床呢？就是这个座椅放倒，然后这里一直平到这里，这就是我改这个座椅的目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凳架摆进去看一下啊，匹不匹配？应该是匹配的，因为这个凳架就是专门为这个车定制的。看螺丝孔啊，看4个螺丝孔对的非常的合适。把螺丝带上试试啊。这都没问题。这个地方还可以装安全带，这安全带的卡扣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放上去了，现在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不平，它是斜的，可以看出来吗？如果是想改床车的话，它不平是不行的，所以到时候这个座椅拿过来之后，想办法给它装平还得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研究，开始量尺寸啊。我们这个座椅放平呢，前面也是到时候要放平。我们先量一下高度。那个凳子有多厚啊？我现在搞一个平面嘛，然后从这个到这个里的高度嘛，对不对？我量这个位置嘛。就12的样子。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孔，量一下孔距。到时候我装一个那种可以放平的那种座椅，然后放平以后，然后我还可以这样子，对吧？可以这样子躺。把这个座椅放倒以后，我就直接从后备箱一直躺到前面，这样可以躺平。好了，我的座椅到了啊，我们现在给它开个箱。头枕。安全带太小了啊！哎呀，给它弄起来看看。就这样做。
小板凳硬的这个。啊，这个轨道啊可以滑动，然后这个。然后就是这样的，你可以靠一点，嘿，头枕，还有一个头枕。板凳坐起来啊，就是有点硬，肯定没有我原来的那个座椅坐的舒服。安全带。这是轨道啊，轨道上这有2个孔，待会儿就这个孔都咱们上到咱们的底座上面。这样，底下带上。OK。那个对，滑动啊。后面呢？后面你要在这个地方给它弄一个洞下去。就后面打2个洞就行。这里打一个，这里打一个。好。现在到了我家楼下了啊，我们把它搬上楼，去打个孔。完美吧？刚刚好。行吧，我们现在就去上车试。好了。裤子就给我挂烂了。螺丝给它带上去。这样子啊？不行啊，还能推吗？不是？推不动了，已经到头了。不是还有？好，现在这个座椅已经推到最前面了啊，然后放平，你可以看。现在看一下，它这错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个10公分左右。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椅子再往前装。可以看到前面的位置还是挺宽裕的，看这块，这前面还有这么多，我们想办法把它顶到最前面去。这个轨道它其实还是有余地的啊，这有个孔，我们把它往前挪一点，把这个孔上到这个地方来，差不多应该就够了啊。看这么长一节，我们往前装，我们这现在再拆掉，拿上去再给它打个孔。就还搬不动了。
哦，我的腰，哦，还省得腰了，很麻烦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呦我的腰，我给你抬，等会儿我给你抬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下把腰给闪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腰闪了，现在就交给军少了。不能，哦，有点烫。OK， 侧板安好了。好，第二次装车。好，现在到最前面了。伸到前面去了。现在到最前面了。然后我们看一看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塞，完美！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太棒了呀！看看这个，我的这个很平啊，你看。这个地方接着，这个地方接着，刚好。来，我试躺一下啊，试躺一下啊，给大家来试躺一下，睡觉，床车。哎呦，我的腰，就这样睡了，怎么样，行不行？这个长度足足的够了，上面还多着嘞。脚的这个位置还有。脚的这个位置还没顶到。哎，头的位置还有2拳。现在我们就把螺丝给它上紧，就算是完成了。我天哪！最后一步撕膜。哎，是黑布啊，你看，黑布，长出来一截。现在这个副驾驶座上就是板凳儿，这是一个板凳儿。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板凳，这就是坐起来了，要比之前高一点。安全带的时候一装就行了。从后面看一下啊。对，直接装在上面，看看效果。它这样子就是一个和原车的差不多高。正常的板凳，跟对差不多高。坐上就是可以靠一靠，对，可以调角度这样。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座椅啊，
它一点不好就是它没有这个弹簧。嗯，我一拉这个把手，它就你看啊，我一拉这个把手它就下去了，它弹不起来，得我用手把它掰回来。这个轨道姿出来容易挂腿，它这个脚还行，不是特别尖，挂都挂不烂，就是有油，它会弄到身上。把你这个护垫放一下。哎，护垫放一下刚好。我的车副驾本来他坐人就比较少，我们家娃娃和媳妇儿都坐后面，很少坐前面。现在啊，我的车后排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推到最前面了，看，现在我的车的这个后排座位啊，这一块就是一个这个头等舱一样的。翘二郎腿啊，干什么都可以，还可以把鞋一脱，把脚这样，哎，往上一放，是吧？长途啊，出去自驾游的时候，后排的人后排的人太舒服了，伸个腿，两条腿一伸就这样子，哎呀，太棒了！以后出去自驾游的时候，我老婆就是这样做的。就是这样坐车的，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棒？想睡觉了就睡个觉，是不是？想睡觉了，咱们就哎呀睡个觉，铺个东西，铺个东西就睡觉，就是一个大通铺，是不是？非常的棒吧？期待我的下一次自驾游啊！有些人可能担心我睡这个地方特别窄啊，睡得不舒服啊，没有关系。那咱们一个人睡的时候呢，头可以在这边嘛，脚伸到那里就行了，对吧？铺到这边，这边很宽敞嘛，咱们上半身放到这边来，然后脚伸到这里就行了，这样子就是一个通铺。通铺，对。媳妇儿睡的话，这样子应该够了吧？其实你媳妇儿的位置完全够了，那点距离。对，在这地方再塞个东西。等一下啊，翻折椅，两面翻。还可以这样子，对对坐，来，对对坐一个，对对坐，我们可以对坐，喝茶聊天啊，还可以对坐。这个安全带就装在这里，刚好，这安全带就放在这就行了。装好吗？OK， 咱们安全带也有，安全带也可以。好了，现在去接我媳妇儿，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，不知道一会儿她坐上这个车以后会是什么感觉。一会儿让她舒舒服服的把腿伸到这个地方啊，给她坐一下啊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刘梦登场，儿童登场。儿童登场。这是啥？你的床，刘梦。哎，你先下来，让妈妈把腿放在这儿。啊？啊？我要躺在这儿。要让这个跟我这个座椅无缝对衔对对，接。把这块拼住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重新给它来。嘿，好，哎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等会儿啊。好，现在停了。理解。这个埃尔法有这个空间吗？有这么长可以躺吗？对吧？咱们在不
损失安全的情况下，大大的增加了舒适度。你坐着这样子的这个座位坐车的话，坐上一天都不累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换了一下啊，刘萌萌也要坐在这边，她也要坐在这边试一下，怎么样，刘萌萌？好，舒不舒服啊？舒服。就是家庭成员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，像我们这样一家3口，把车做成这样子完全可以，因为前排坐人的时间很少嘛，把车搞成这样完全可以啊，大家都可以坐得很舒服。偶尔前面要坐个人，这个座位短途啊，就市区内啊，凑合坐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这样来使用，对吧？牺牲掉一个副驾的座位，然后换来2个非常舒适的后座，还可以露营，还可以睡觉啊！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划不划算？如果是你，你愿意这样的取舍吗？把头那个地方给你垫一下，应该就好了吧？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空一节啊，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妙招。哎，这不就有了吗？来，再来试试。看哦，行不行？嘿嘿嘿。刘梦是应该刘萌萌睡肯定可以啊。舒服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坐，直接坐就行了。怎么样？坐起来？上课了。上课了。坐的还行。还行吧，我的小板凳。市区里面坐一坐还是可以的。咱们这个座椅可以反过来放啊，就咱们可以倒坐。但是啊，咱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做的，或者说咱们行驶起来啊是不会这么做的。突发奇想啊，我们找来了一个这个儿童座椅，我想了一下，就是咱们可以这么玩。咱们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可以这样放，就是反着放啊，反着放呢，咱们也可以固定在那里啊，也可以固定在那里，就它底下有这个固定带，也可以固定好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咱们的宝妈们是不是就可以，哎，非常方便的带玩了。咱们坐车的时候啊，还可以跟孩子面对面的互动，是不是非常的好？不知道这样符不符合交通法规啊？不知道交警叔叔会不会找麻烦？这只是我的一个突发奇想啊，但是实际我是不会这么干的，因为我们家娃娃已经大了，他不需要再坐这种安全座椅了。你看，咱们也不影响视线，倒车镜也能看得到，开车也非常的合适。早2年我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座椅呢？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地方还放了一罐灭火器啊，这个位置刚好够放一个灭火器，水基灭火器。然后安全带的这个固定方式我也给它换了个位置，放到这个侧面的这个地方，它现在是不会随着座椅的滑动而滑动了，就是它在这个侧面。这样的好处就是我这个座椅不管怎么滑动，然后放平啊什么的，它都不会影响，因为它始终在这个侧面。你们在看前半段视频的时候，你们可能觉得我的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平，因为我没有放这个盖板啊，因为当时我没有放这个盖板。这个盖板放上去之后，这个地方是衔接的还是比较平整的，就是它的这个盖板可以把这个铰链啊完全的这样盖住，完全的盖住。就是这里是比较平整的，然后当我把这个前面的座椅放平了，这个衔接的地方也是非常平整的。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它总体是有一个坡度的啊，但是这个坡度并不是特别大，只是有一点点的坡度。
然后呢，我也是给我的这个车买了一个床垫啊，薄床垫，然后铺在这里面，然后用剪刀把这个边边角角都给它修出来，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嘛。修出来之后呢，又找裁缝给我把边儿分了一下啊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铺在这里面就非常的美观，非常的平整啊。至于效果怎么样，还得经过我后期的这个试用啊，才能得出结论。好了，改装完成之后，经过我一系列细节的调整，现在终于是达到了一个满意的状态，就是最终的成品状态就是这样的啊，看一下。那总体改完呢，我大概试用了一下，没有在上面睡觉，只是平时拉人当做一辆正常的车来使用。那么这样使用下来呢，我感觉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，就是前排完全无法坐人。其实偶尔短途还是可以坐人的。那这个座椅的做工呢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它的这个牢固程度，因为它的用料确实是很扎实啊，非常的重哈，导致我搬它的时候都把腰给闪了。整个骨架还是非常的结实牢靠的。但是我对这个座椅还不是特别的满意，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做的还不是很到位。但是我也希望这些第三方的座椅厂商呢，今后能开发出更好的产品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车里面这种替换，然后可以实现很多功能的这种座椅，哪怕价格更贵啊，我觉得消费者也会去买的，既可以让平时也坐得舒服，然后又可以把它变成一张床。希望这些第三方的座椅厂商能够推出好的产品吧。就是在日本啊，有一种 K 卡，它原厂就带这种功能。平常的时候座椅就是正常座椅，开车呀什么没问题。然后你想露营的时候，所有的座椅都可以放平，包括主驾的座椅、副驾的座椅，还有后面整个放成一个全屏的一个空间啊。日本的 K 卡原厂就可以做到这种状态。我也希望中国的这些汽车厂商啊，也能推出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啊。其实这个座椅它是可以加高的啊，但是我平常不喜欢把它加高，我就喜欢用这种半截座椅。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看过没有，就是美国有一些那种老爷车，它的座椅它本身就是半截，它的座椅靠背是通的，就是前排座椅是从这边到这边是通的，然后包的特别好看的皮子，开车的时候就是把手这样扶在上面啊，旁边坐个妹子还可以搂一搂，这样子的，本身就是坐半截。那这种半截座椅也改变了我平时开车的一些坐姿和习惯啊。我开车的时候就喜欢把这个手搭到这个地方，单手开车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驾驶体验吧。那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床车、露营车已经改好，还没有给大家展示咱们出去玩的时候露营，在车里睡觉是怎么样一个体验。那么请大家耐心的等待后期的视频呢，我将给大家带来在这台车里露营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啊，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